当地时间5月27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多，三国领导人再聚首，宣布恢复三国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并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今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在新的起点上，李强就深化中日韩合作提出5点建议，包括推动合作全面重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引领科技创新合作，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李强指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各方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半岛局势政治解决进程向前迈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日韩要用好各自发展优势，携手提振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势头，发掘和开展更多中日韩+X 合作项目。日韩领导人表示，三国合作时隔4年多重启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此次领导人会议为新起点，保持合作稳定性和连续性，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共同促进东亚区域合作，推动三方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三国人民。会后，三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三方发表了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等3份文件，一致同意致力于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日韩媒体高度关注，时隔约4年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再次重启。韩联社指出，三方在会上就外交、安全、经贸、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方案进行了探讨。三国领导人一致评价称，期间诸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给三国政府和民众带去实惠，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日本共同社提到，三国确认将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谈和部长会议。据悉，下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在日本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会议有关情况时表示，时隔4年多再次举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三国合作的重启和再出发。中方愿以此次领导人会议为契机，同韩方、日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政治互信，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推动中日韩合作行稳致远，为地区的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2008年12月13号，中日韩三国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此后近25年间，中日韩三国在促进三边合作方面已建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会议和对话机制已成为三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目前已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此前已经举行了8次领导人会议，但此前4年多，由于疫情等因素，领导人会议机制暂停，但总部设在韩国的三国合作秘书处仍在运作。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自2022年尹锡悦上台以来，韩国外交向美西方倾斜。日本岸田政府近年来更是加大了随美起舞的幅度，而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韩、中日间也存在较大分歧。在这一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得以举行，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反映出中日韩三方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分歧中找共识，这样一个原则精神。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分歧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因为竞争和分歧就是阻挡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这样一个合作呢，我想它本身就是表明中日韩三国具有着重大的广泛的共同利益。应该说这一次能召开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功，更何况又取得了这么多的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本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延续了重视商业合作的传统，发掘和开展更多中日韩+X 合作项目成为三方共识。27号中午，三国领导人还共同出席了第8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并致辞。李强表示，中日韩在经济上深度融合，广大企业家在推动中日韩经贸及各领域交流合作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韩日领导人强调，三国政府
府和工商界应当齐心协力。三国工商界和政府代表约240人出席了峰会。日本产经新闻指出，对日韩来说，中国是占到贸易总额20%左右的最大贸易伙伴国。王俊生注意到，根据三方联合宣言，在此次会议达成的38项共识中，有20多项涉及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他认为，三国强化产供链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在半导体等相关领域，日韩与中国强化合作的动力暂时不足，但是我们看到，在关键的这种原材料，在相关的生产链条，也就是说产业链、供应链等等，我觉得中日、中韩、日韩，我们都具有着巨大的功力。日韩强化经济安全和美西方加强合作背景之下，我们这次突出来这个供应链的合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关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金融稳定，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三方都具有着共同的利益，三方的需求呢都比较大。做起来呢也相对比较容易的领域，有着广阔的空间。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次在首尔，三国领导人就重启2019年起中断至今的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受到舆论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快速发布详细报道，指出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将会加速。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强调，中日韩自贸区将是高标准和面向未来的。李强则强调，应反对保护主义和经济脱钩。2012年11月，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正式启动，迄今已经谈了16轮，但一直受到外部干扰，进展缓慢。在此期间，中日韩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接近8000亿美元，显示三国的产供链已经深度融合。一个更高水准的自贸协定有利于三国经济发展。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自贸体系十分复杂。中韩自贸协定自2015年就已经生效。这次双方确认要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但日韩之间没有自贸协定，中日之间也没有签署自贸协定。2022年生效的 RCEP 虽然将三国纳入一个自贸系统，但针对性仍不够强。而中韩自贸协定显然走在了前面。中韩自贸协定自2015年签署以来，已先后8次进行关税削减。协定向下想汇进出口均大幅提升，拉动中韩双边贸易投资显著增长。有观察指，在中日韩这个三角的3条边里，中韩两国在经贸合作上的步伐相较另外2边显然迈得更快。但此次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为三方自贸协定谈判的重启创造了条件，前景值得继续观望。中日韩三国这个经济总量在2022年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1/4，所以三国这个自贸区的建设呀，它不仅仅对于三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地区和亚太乃至于说全球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都至关的重要。中韩的这个第2阶段的 FTA 的这种谈判呢，借这一次李强总理的访韩，双方达成共识，要加快谈判，我想前景呢还是比较乐观积极的。中日韩在首尔时隔4年多举行领导人会议之后，深圳卫视记者田心专访了韩国重磅前政要学者文正仁。文正仁曾在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执政期间担任统一外交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被视为文在寅外交政策团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于此次三国领导人会谈成果，他如何评价？中日韩合作机制经历风风雨雨的25周年，在文正仁看来，未来的路要如何走？来看看报道。 4년 반 만에 재개된 한중일 정상회담에 대해 어떻게 생각하시나요? 한국, 일본이 미국하고 협력하는 것도 중요하지만 한국, 일본이 중국하고 협력하는 것도 동시에 아주 중요하다고 생각이 됩니다. 그래서 이 지역에 있는 국가들은 한미일 3국과 한중일 3국 두 개의 쌍두마차를 동시에 굴려나가야 이 지역에 진정한 평화와 번영이 올 수 있다고 보기 때문에 비록 늦어졌지만 이번에 4년 반 만에 서울에서 한중일 3국 지도자 회의가 열린 것을 상당히 기쁘게 생각합니다.
文正人认为，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起到了破冰的作用，但三国之间要解决的问题仍不少。谈到中韩关系，文正人认为，共同发展应成为主基调。他提及，今年4月，韩国新任外长赵对烈访华时表示，即使有困难，也要解开纠结的线团。文正人认为，这显示韩国态度已经软化，韩方此前的态度是会保持自己的看法。 윤석열 대통령이나 조태열 장관 모두 다 구동존의의 중의성을 강조했고 또 리창 총리도 그거에 공감을 표시했다는 점에서 한국과 중국의 차이가 전보다는 많이 좁혀진 것 아니냐 하는 그런 인상을 강하게 받았습니다. 这次中日韩领导人联合宣言确认重启三方自贸协定谈判，中韩也确定加速双边自贸协定第2阶段磋商。文正人表示，韩方这次还主动提出就稳定产供链稳定成立协调机制，显示韩方认识到产业合作的重要性。 이번에 윤석열 대통령께서 제안한 게 한국과 중국 사이에 공급망 협력 조정위원회라는 걸 좀 만들어서 서로 간에 문제가 없도록 하자. 이걸 또 중국 정부 측에서도 흔쾌히 또 수락을 해줬고, 그러니까 앞으로는 한중 간의 공급망 문제에서 생기는 여러 가지 사항들을 한국과 중국 사이 협의할 수 있다라고 하는 것은 상당히 반가운 일이라고 생각이 됩니다. 文正人指出，美国因素仍不可忽视。 편으로는 이런 건 있겠죠. 이제 한국, 일본이 이제 미국하고 같이 협력을 하면서 인도 태평양 전략에 가입을 하고 그다음에 인도 태평양 경제 프레임워크에 또 적극적으로 동참하고 이렇게 하면서 또 일각에서는 중국을 겨냥한 디커플링, 디리스킹을 해야 된다 이런 얘기들도 나오고 그래서 미국과 중국 관계가 불편해지고 또 이런 것들이 중국과 한일 간의 관계가 또 불편해진 것도 부인할 수 없는 사실이거든요. 그리고 또 중요한 거는 지금 한국과 중국 사이의 큰 이제 갈등이 하나는 공급망 문제거든요. 예. 지금 미국은 한국하고 공급망 문제에 협력해서 경제 안보를 진흥하자라고 얘기를 하면서 중국을 배제하는 인상을 뒀는데 그 미국의 칩4 체제가 한국 반도체 업체들의 중국 경영에 악영향을 미치고 있는데 그 한중 반도체 사업 체인이 데커블링 될 수 있다고 보십니까? 쉽지 않을 거예요. 그러니까 한국의 이제 반도체 업체라는 게 삼성 반도체하고 SK 하이닉스하고 두 업체가 있지 않습니까? 그러니까 지금까지 사실상 패턴을 보면은 이들 반도체 회사들이 거의 수출의 60%를 중국과 홍콩에 수출하고 있거든요. 그러나 여기 이제 관건은 어떻게 미국 정부의 압력을 대처해 나가느냐 하는 게 큰 과제가 되겠죠. 文正人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深刻转型，走向高质量发展。这次打破了过去中韩企业界已经习惯的互补合作模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政府间通过磋商打开更多的合作面。这就是三国领导人这次特别指出要发掘和开展更多中日韩加 X 合作项目的原因所在。 그러나 이제 중국 경제가 크게 성장을 하고 과학기술이 발달이 되고 산업구조가 고도화되면서 한국과 중국의 산업구조의 상호 보완성이 좀 줄어들고 오히려 경쟁성이 증대가 되면서 한국과 중국의 협력의 여지가 약해지는 건 분명한 사실이거든요. 그리고 또 많은 한국 기업들이 중국에 진출을 했지만 최근에는 중국 토착 기업들이 하도 경쟁력이 있기 때문에 오히려 중국 시장을 벗어나서 다른 시장으로 가는 경향도 보이기 때문에 시장에 의한 변수도 우리가 염두에 둬야 될 것 같아요. 그러나 하나 분명한 것은 한국 정부 입장에서는 공급망 문제부터 시작해서 FTA 또 활성화 심화시키는 문제, 그다음에 투자 협력하는 문제, 그다음 통상 부분의 자유화를 더 촉진하는 문제에 있어서 중국 정부하고 상당히 적극적으로 의견을 개진하고 협력하기로 약속했다는 점에서는 큰 의미를 부여할 수 있다고 봅니다. 韩国政府公布数据显示，上月中韩航班乘客数量突破106万人次。与此同时，中国人赴日本旅游的热情也在升温。文正人表示，中日韩三国政府顺势而为，共同确认将2025至2026年定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扩大和加强民间交流，能有效增进民众感情，减少摩擦，也能促进未来更深入的合作。
결국 한국, 일본, 중국 전부 다 이웃 나라들 아니에요. 이웃 나라끼리 서로 믿고 신뢰하고 협력하고 그리고 공동의 번영과 평화를 향해 나가는 것은 이 시대가 주어진 시대적 사명이 아닌가 생각이 됩니다. 그런 점에서 한중일 삼국 협력을 기필코 달성해야 된다고 저는 강조하고 싶습니다。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今天在首尔落幕，三国领导人会后共同见记者，今天还共同出席了中日韩工商峰会。那么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呢，为期2天。昨天主要是进行的双边会晤，那么今天呢是3边会议的重头戏。李强总理上午在致辞一开始就强调，今天的会议是4年多以来的第一次，那么既是重启，也是新的起点。外交部第一时间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X 发布推文，也在第一时间被路透社等等国际主流媒体引述。事实上呢，海外舆论关注这次3边会议，都在突出这一时间背景，那就是时隔4年多再次重启。中日韩3边会议因何停摆这么久呢？众所周知，三国关系在此期间状况与挑战不断，时值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到了动荡变革期。那么地缘政治压力一直在急剧，外部大国尤其是美国在持续的干预挑动，这呢导致3边机制中的中韩、中日双边关系都出现了波动，甚至呢陷于阶段性的低潮。也因此，外部舆论此前观察前瞻这次会议，普遍是预期不高的，英文 low expectation， 也就是低预期被频频的提及。更有媒体在唏嘘，上一次在成都参加中日韩3边会的领导人已经有2位不在人间了。法新社昨天发自首尔的电稿标题，甚至呢在领导人会议前加上了罕见这一前置词，也就是 rare summit。但是正因为会前预期不高，甚至呢被人为的在所谓管理预期，我反倒是认为这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是超乎预期的，具有深远影响与意义。李强总理今天在会议致辞中呢，也就此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展现出大国的善意。中方愿意以此次领导人会议为契机，同韩方、日方一道来推动中日韩合作行稳致远。那么在您看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超预期成果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对中日韩三国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我个人梳理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集中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三国表达了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的共同的意愿，联合声明一致确认要推动三国合作机制化。那这次3边会议时隔4年半得以重启，这呢是中方率先发起倡议，并且获得日韩2国积极响应的一个结果。相信呢下一次会议召开的话，不会再有这么长的间隔期。其次，李强总理今天在和日韩领导人共同见记者时呢，就表示面对新挑战、新机遇，中日韩合作要展现出新担当、新作为。那这其中经贸合作的担当作为，尤其是值得关注的，正在迎来机遇窗口。今天三国领导人在3边会议结束后，共同出席工商峰会，并且呢发表讲话，实际上已经就此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李强总理在工商峰会讲话中呢，再度强调，经贸合作是中日韩合作的压舱石。我注意到李强总理此前在3国领导人会议中就深化中日韩合作提出5点建议，这其中第2点就谈深化经贸互联互通，明确动议尽早恢复并且完成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昨天中韩领导人会晤也就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达成了共识。所以我认为要观察评估这块压舱石，中日韩自贸协定 FTA 谈判它的进展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路透社今天的这个电稿呢，就特别指出，中日韩自贸协定 FTA 谈判自2012年开启，已经进行了16轮，而在2019年11月进行的第16轮的这个谈判中，3国在贸易自由化的领域就实施比 RCEP， 也就是全球最大自贸区协议，它的标准更高、力度更大的自贸安排呢，也已经达成了共识。众所周知，中日韩3国都是 RCEP 的这个成员，那么谈了这么久、这么多轮，
在新的起点重启三边会议机制的这个基础上，中日韩 FTA 无疑是可以看高一线的。未来呢，有望成为引领三边合作的一个机制平台，筑牢中日韩三边合作的压舱石。第三，中日韩三边机制乃至中日韩合作要行稳致远的话，有赖三国机制下各对双边关系它的实质性的改善。那么从昨天李强总理与尹锡悦总统以及岸田文雄首相的双边会晤来看，这样的积极信号是明显的。我注意到今天韩国大报《中央日报》就刊发社论文章指出，韩国政府尤其要为李强总理访问韩国来创造良好的氛围，为中韩元首后续的会晤来做好铺垫，这呢将会有助于恢复一度陷入僵局的韩中关系。韩国舆论场上的呼吁无疑是这样一种信号的再次的见证。当然呢，也必须要指出，尽管信号明显，会议成果重大，影响深远，但是中日韩三边关系它的实质性的改善与合作的深化，仍然面对着一系列的重大挑战。那在您看来，中日韩三边关系改善乃至推进合作还面临哪些重大挑战？我前面提到，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前，那么境外媒体舆论有意无意都在管理会议预期，但是呢，有不少观察家都指出，中日韩三边会议能够在空窗4年多之后重启，领导人能够坐到一起，总归是好事，有助于打破三国之间政冷经冷的这种僵局。但是通过这次会议，包括一系列双边会晤以及工商峰会等等，加上三国确有经济互补、共赢合作的基础与需求，那么三国经热固然是可以预期的，但是政冷能不能由此得以改善，实际上也还是要打上问号的。举例而言，韩国媒体也在提醒，尹锡悦上任已经2年多，但是呢，至今还没有访问过中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授伊斯利，他昨天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就分析说，这次领导人会议它涉及的其实是相对浅层的合作，他的表述为 shallower cooperation， 而他对照的是华盛顿、东京与首尔的所谓外交政策高水平的协同。所以呢，中日韩三边关系要有实质性的改善，很大程度上要看日韩两国能够多大程度实现外交独立与战略自主，能不能扛住来自美方的施压拉拢。举个眼前的例子，这次会晤，三国领导人都表明强化经贸合作压舱石的这种共同的意愿。昨天中日领导人会晤，中方都在强调要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但是上周在意大利落幕的 G7 财长会，毫不掩饰地发难攻击中国的产业政策，指责所谓的产能过剩议程。这当然是美方直接干预施压、裹挟对抗的这种结果。日本作为 G7 的成员，它的抗压意愿与能力无疑是值得中方关切的。更应该要强调，美方人为炒作产能过剩议程，而日本作为传统的出口大国，过往日美汽车战、芯片战的教训可谓累累，难道不应该最有风险意识吗？今天世卫大会在瑞士日内瓦揭幕，奈当局又要上演蹭会、闯会的闹剧，这其实也是美方上下其手、幕后怂恿的结果。就在上周末，美方裹挟几个国家发布所谓支持参会的声明，日方呢赫然也在列。李强总理昨天在首尔与岸田会晤，就台湾问题说了重话。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一条红线。希望日方重信守诺，为两国关系不断发展营造积极氛围。事实上呢，就在中日领导人会晤前的一天，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在日本横滨出席一场研讨会时呢，再度痛批鼓吹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极其荒谬，也极其危险。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度发大声，任何国家、组织与个人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而不用付出代价。所以中日韩经热可以预期，但是是不是会由此迎来正热，乃至会不会因为正冷再度将经热拖热到经冷的这种窘境，这呢需要区内国家当政者做出清醒理智的抉择。
国防部宣布，5月29日至6月3日，国防部长董军将应邀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访问新加坡。相关消息增加了外界对于中美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晤的期待。在当前南海和台海局势升温之际，尤其是上周解放军东部战区针对台独嚣张气焰和外部干涉势力介入，举行联合利剑2024A 演习的背景下，中方将如何持续对美亮明台湾问题的红线底线，备受各方关注。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访新期间，董军部长将与新加坡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董军部长将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发言，并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而美国国防部本月24号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预计将于本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当天，奥斯汀在完成膀胱微创手术后续治疗后恢复履职。中美防长上次举行面对面会晤是在2022年11月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英国《金融时报》称，美中两国防长面对面会晤将是美中两军重启沟通的最新一步。美联社称，自从4月奥斯汀与董军视频通话以来，两人的会面被外界广泛期待。今年4月16号，董军应约同奥斯汀视频通话，这是中美元首去年11月旧金山会晤后两国防长首次沟通对话。分析认为，这标志着中美两军军事沟通全面恢复。外界预计，若中美防长会面如期举行，南海问题和台海局势将是焦点议题。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总统马克思将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预计会阐明在南海问题的立场，而美国作为菲律宾的盟友，在菲律宾此轮对中国南海岛礁的侵闯挑衅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推波助澜的角色。而且自去年以来，美军也持续通过军事部署和演习，强化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不断以域外大国身份介入南海问题，并使之复杂化。而台海局势更是中美防长潜在会面中绕不开的话题。董军在上月与奥斯汀的视频通话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解放军对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会听之任之。时隔1个半月，台海局势愈发风高浪急，原因就在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就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赤裸裸贩卖两国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在23号至24号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习。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4号就表示，此次行动打的是台独嚣张气焰，射的是外部势力干涉介入，完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分析认为，这也是对默许纵容赖清德台独自白的美方的强烈警告。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援引本地学者的采访指出，奥斯汀和董军见面将让双方更清楚划清不应逾越的红线，防止任何误判。对中方来说，不希望看到任何被视为支持分裂主义的行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匡宇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如果中美防长面对面会晤得以成行，中方一定会向美方严正表明和重申，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的基本立场，需要不折不扣按照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精神执行，避免因此动摇中美来之不易的军事交流对话恢复的政治基础。解放军近期进一步的对于台独的这样一个震慑相关的一个军事的演训的活动，那么实际上美方也是高度的关切美方会高度关切这样一种活动这样一种动态的发展是如何影响它在所谓的西太平洋地区和台海的这样一个利益的关切。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对于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实际上它是有交集的。尽管美方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算盘、小九九，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与中方去冲撞底线这样一个突破红线、撕破脸面，实际上对于美方自己的利益也是毫无意义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西点军校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还强调美国愿意在需要时使用武力保护国家、盟友及核心利益。
台湾《中国时报》27号的文章就认为，拜登当着美军校生面前强调会动用武力保护盟友，这和以前被媒体毒访、被询及会不会为台湾出兵而做的回答情境大为不同。虽是选举期间，但拜登选在西点军校这种庄重场合，又在解放军刚进行军演情况下说出如此的话，代表美国是认真在布局台湾这张牌了。文章认为，美方的口头支持只会让赖当局更强调军事备战，而非积极与大陆沟通交流。拜登的谈话对台海军事情势降温丝毫没有帮助。新加坡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也在25号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倘若美国以为可以无成本地以台湾海峡为筹码，而中国大陆又不得不回击以示强，则必推高擦枪走火的风险，对区域和平蒙上阴影。曾在马英九时期担任台当局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杨永明26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分析认为，拜登说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美国愿意在需要时使用武力保护国家、盟友及核心利益，是在不同语境下的两句话无法划等号。这与拜登此前数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要保护台湾，甚至错误引用北约第5条的情境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看到拜登再去谈所谓的台海和平的时候，他用一种模糊的语言来去处理美国的这样一种这种所谓的一个对于同盟的义务和他的国家利益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拜登也是对于两岸双向都是在去释放一个希望能够稳定，而不要去单方面做出所谓挑衅或者改变现状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我觉得同样也是讲给赖清德当局去听的。在解放军东部战区环台岛举行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期间，美军的动向也备受关注。美国海军第7舰队当时以电子邮件回复路透社的询问时表示，美国海军第7舰队仍然致力于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是确保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根基。但相关邮件中并没有提及解放军的演习。但据相关报道显示，常驻日本9年的里根号航母本月中旬驶离横须贺基地，准备完成最后一次西太巡逻，然后返回美国本土。在解放军东部战区展开大规模联合演训的当天，里根号与其随行舰艇被发现在菲律宾附近海域进行海上补给。24号，该编队继续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而将接替里根号常驻西太平洋的罗斯福号航母日前才结束在新加坡的休整并驶离，同样远离解放军的演习区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靠近台海。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还公开警告说，如果大陆决定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将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但2022年8月，解放军反制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台的环台军演，以及去年反制蔡英文过境窜美的环台军演期间，美军航母都选择远离演习区域。刘匡宇认为，美军此次的沉默以对，一方面可能是对中国大陆的雷霆反应缺乏预判，并希望借机观察解放军的对台最新军事准备情况；另一方面则凸显美方对于此次赖清德讲话存在误判，事后也不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为岛内台独势力背书。对于美方而言，我们看到实际上这里边包含的一个潜台词是恐怕美国的政府和军方也是从心底会认为中国大陆在此时以这样一种雷霆手段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去进行震慑是有自己的合法性的。那么也就是说，由美方这种挺独挺赖、理亏在前，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不敢以大动作进行回应不想引起这种所谓的安全困境的螺旋的上升。深圳卫视注意到，尽管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已经结束，但其震慑效果仍在陆续显现。岛内社交媒体24号出现一封匿名空军飞行员致赖清德的公开信，表示台空军人心动荡，有人宁愿赔300万也要走人，引起轰动。公开信指责赖清德只会喊抗中保台，却没想过我们基层的感受。赖清德要不要来一线看一看我们每天忙到爆的生活？台空军司令部25号紧急发声明，声称内容并非事实，但也无法提供确切证据。观察指出，台军方的辟谣显然更加炒热了这一话题。
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26号在岛内争论节目中就痛批台防务部门完蛋了，只留下一批巴结、奉承、不敢面对现实、不敢讲真话的这些人在跟赖清德。我跟各位讲，这绝对是真的。我为什么讲是真的？大家看一下后面的内容，他服役14年。然后他还剩下5年，他说可不可以再飞5年？他为什么14加5？你知道？因为20年可以领终身俸，他不晓得他可不可以撑到再撑5年领终身俸。关键在这句话，你不要以为说这些飞行员就跟这个游览车司机一样，他只负责开车，他回来还要办业务的，他下了飞机以后还要写作战计划。那你想想看，是你受得了受不了？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也同场爆料，可以去问华航啊，我事实上有这个资料，可是我不想公布哦，因为上面有个资啊。哦，华航最近在应征，就有一堆就是现役的飞行员，那就是很多都是少校啊，哦，也有上尉啊，就你可以自己去查啊。会没有这种资讯吗？解放军举行联合利剑2024A 军事演习，你有什么样的观察？此次军演的主要目标是惩戒台独分子，威慑外部势力干预。换言之，解放军的演习的目标是明确的，各方的反应呢也相对克制。一方面，军事演习显示了解放军的实力的提升，两岸军事实力已经发生逆转，统一的大势不可逆转。此次演习也显示出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在地缘上的局限性。随着解放军海空力量的发展，台湾不再是孤悬于大陆之外，而是在解放军的掌控之下。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赖清德的台独言行，大陆表达了坚定的决心，以军事演习宣告台湾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不能触碰的底线。解放军的演习也在台湾岛内引起了关注和讨论，岛内民众反对战火，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言行。两岸人民是一家人，普通的民众不愿卷入战火之中，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台湾近几十年的发展和繁荣也是需要地缘政治前提的。两岸关系的稳定为台湾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机会，也让台湾能够提升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没有两岸关系的稳定，台湾的发展与繁荣的局面就会失去根基。或许这是赖清德这样只有狭隘岛屿世界观的人难以理解的。解放军的军演是给赖清德提个醒，不要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外，中美防长将在相会举行会晤，由此反映出军演并没有引起中美关系的波动，也没有改变中美关系起稳回升的态势。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台湾在中美关系中只是一部分。美国打台湾牌，而非真正的关心台湾民众的利益。赖清德当局试图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体系中左右逢源是很难的。亚太地区的整体的基调还是和平与发展。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27日至6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与此前7年一样，这次民进党当局再次未获邀请，却又恶意蹭会，以卫谋独，一如往常再次遭遇失败。世界卫生大会27号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也是涉台提案连续8年遭拒。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敦促个别国家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搞以台制华，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新任卫生福利机构负责人邱泰元在未收到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的情况下，于24号晚率领所谓世卫行动团赴日内瓦蹭会。观察指出，民进党当局视这次世卫大会为赖清德上台后的首场所谓国际活动，加码蹭会力度，不仅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日内瓦搞所谓声援活动博眼球，还企图干扰世卫大会组织的一些活动。据法国国际电台报道，按照惯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开幕前的周日组织1000人健走活动，但连续2年，民进党当局都组织人员对谭德赛总干事进行围堵，企图干扰活动进行。据报道，世卫组织今年加强了安保工作，现场警察将不友好的人群与谭德赛隔开。
外界注意到，美国拉拢其一些盟国，宣称支持台湾地区参会。5月24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及立陶宛等7国还就此事发布一份声明。对此，有岛内声音批评，台湾能不能参与世卫大会的问题，本质是两岸关系问题，即台湾承不承认9·2共识的问题。美国再怎么在场外策应也没有用。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世卫组织章程规定，该机构为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组织。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在9·2共识原则下，就台湾地区代表与会达成过一些安排，但拒不承认9·2共识的民进党当局企图蹭会是不可能得逞的，每次都以闹剧收场。在5月13号世卫大会注册截止日期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就已经明确对外公布，中方做出了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民进党当局一顿操作猛如虎，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就要在 WHA 的外面摆一个桌子，他就要让人家知道说台湾不得其门而入，没有办法继续参加这个1年1度的这个大会，要希望大家要去责备中国大陆，然后希望支持台湾、同情台湾，可以这个参加 WHA 的这个大会啊。那这种想法其实是，只能说你尝试了这么多年了那8年都过去了，证明是失败了。可是民进党还是要玩下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号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上百个国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在世卫大会涉台问题上秉持正义立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推行台独分裂绝不会得逞。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对于民进党当局宣称不能参会是忽视岛内民生福祉等以卫谋独的谬论，大陆方面多次澄清，不同意台湾地区参会绝不等于漠视岛内民众健康利益。日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再次强调，大陆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充分畅通，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完全有效，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民进党当局利用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关注，一再操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真正目的是借此凸显所谓主权地位，真实用心是以卫谋独。实际上，据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陈乃瑜转述，他26号在日内瓦追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后者对他强调，世卫组织与台湾地区有合作，能否参加世卫大会，则必须要看会员国的意见。在过去7年中，多个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参与的国际会议，对民进党当局派出的蹭会人员采取了驱逐措施，他们压根无法进入会场。包括2016年7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会议，2017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2018年10月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等。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9月，台湾地区中华鸟会因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还被国际鸟盟除名。岛内舆论直批，民进党当局每年花费大量金钱蹭会，根本就是自取其辱。对台北来讲，你如果两岸关系处理不好，你在国际社会处处碰壁。今天拥有权力的人民进党的这些当家的这些大佬们要搞清楚一件事：你要活在梦里，还是要活到现实里面。民进党当局再次借参加世卫大会的机会，试图扩大所谓国际影响力。岛内媒体称，民进党当局蹭会是自取其辱。您如何看？每次世界卫生大会，民进党当局都会跳出来，美国等一些国家呢也为其摇旗呐喊，但是每次都不可能成功。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既然是联合国体系的一部分，那就涉及到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明确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另外呢，世卫组织也是一个专业性组织，台湾并没有因为没有参加世卫大会而被隔绝其外。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技术领域的沟通合作渠道充分畅通，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完全有效，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换句话说呢，台湾蹭不了世卫大会，但并不影响台湾民众的福祉。而毫无疑问，民进党当局拿世卫大会说事儿，不过是将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在一起，其实就是政治碰瓷儿。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也是可能的。马英九时期呢，在9·2共识原则之下，台湾连续几年参加世卫大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岸是可以通过讨论扩大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碰瓷儿也是没用的。赖清德当局如果坚持台独的立场，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也需要关注赖清德当局在塑造台独的叙事和话语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各纲问题上割裂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转而强调台湾与外部世界的关联，试图以全球化来稀释两岸同属一家的历史，放大两岸之间的政治差异，在文化观念上强化台独意识。对于台独势力要严惩，而对于台湾民众还是要加强互动交流，塑造两岸一家亲的文化认同。好的，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新一轮巴以冲突局势日益严峻之际，外交部宣布，中方邀请多个中东国家元首访华，将在北京举行中阿合作论坛第10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努力促进中东和平。中方从未缺席，体现怎样的大国担当？李子欣深入分析。陷入停滞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有望28号在埃及重启，不过双方仍存在严重分歧，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据外交部消息，巴林、埃及、突尼斯、阿联酋国家元首将访华，并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10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外交部副部长邓丽介绍，论坛将进一步凝聚中阿共识，规划下阶段合作，并将就巴勒斯坦问题发出中阿共同的声音。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林国王哈马德、埃及总统塞西、突尼斯总统赛义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将于5月28号至6月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10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该会议将于2024年5月30号在北京举行。外交部27号就此会议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在谈及巴以冲突时，外交部副部长邓丽表示，在本届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中方王毅外长会同阿拉伯外长就巴勒斯坦问题继续深入探讨，形成中阿共同的声音，目标就是要尽快结束加沙冲突，实现和平，同时推动国际社会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具体的行动去落实两国方案，最终实现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更大规模的悲剧正在加沙发生。据不同渠道的反映，有超过5000名儿童死于这场冲突，所以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为结束这场冲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这就是近期中国在中东外交更加活跃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邓丽表示，从近期看，中方要求立即停火止战，要着力缓解人道危机，要防止这场冲突的外溢影响。从远期看，中东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根本上就在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一直没有实现，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不公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所以真正的落实两国方案，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各方的关切，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一目标，才是这个最终彻底解决中东问题、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
根本出路。在接下来的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外界普遍预计双方将就巴以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我们也可以就此推断，中方的主张得到了阿方的高度认可。实际上，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只是中阿合作的一个侧面。在“一带一路”倡议、经贸往来、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双方都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中方对中阿关系寄予怎样的厚望呢？邓副部长提到了这么一个词儿，要打造样板。那这样一个非常高的出发点呢，也映射了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继续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前进。自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中国的立场始终是十分鲜明的，也就是要求立即实现停火止暴，切实的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路的畅通，以两国方式的模式来解决当前的巴以问题。中方的这一立场与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高度的相同，双方拥有着非常广泛的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埃及和卡塔尔目前承担冲突斡旋方的重要功能，积极穿梭外交。埃及总统塞西这次也将赴北京。就在上周，埃及媒体援引知情官员透露的情况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巴尔内亚会见美国中情局局长和卡塔尔首相后，已经决定将在埃及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但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分歧巨大。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以军从整个加沙地带撤军，并实现全面停火，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基础。当地时间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德国，开启对德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时隔24年，法国元首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背后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再看看报道。26号下午，马克龙与夫人布丽吉特乘专机飞抵柏林，访问首站是参加旨在庆祝战后德国宪法制定75周年的民主节。马克龙是这次唯一受邀的外国元首。值得一提的是，为预热6月将于德国举办的欧洲杯足球赛，德方还在活动上特意为资深球迷马克龙安排了一场桌上足球对战。马克龙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人群的簇拥中较量了一番，现场气氛轻松欢快，最终赛果以1-1打成平手。马克龙此行兴致高涨，抵德当晚在参加完国宴前，特意到柏林地标勃兰登堡门参观。当天早些时候还到访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马克龙访德为礼宾级别中的最高级国事访问，这对两国拉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领导人经常往来，但基本上都是工作访问。上一次德国政府以国事访问的最高礼仪接待法国元首，还要追溯到24年前的2000年。此外，欧洲国家领导人之间长达3天的访问时长也十分罕见。据欧洲舆论报道，马克龙和舒尔茨的性格和执政风格差别都较大，在多个热点议题上有分歧。除了国防、核能、财政改革、能源市场等内政问题上，还包括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问题。德新社表示，马克龙此访意在为两国的更多领域寻找共同答案。实际上，无论对于法国2个大国，还是整个欧盟来说呢，都走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了，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他的这个访问行程呢，实际上都是在通过向这个历史中来崛起一些力量，去重拾这个团结，重拾这种欧洲的价值观对于民众的这种吸引力，把握这种欧洲政治的这种大方向。除此之外，此次马克龙访德还有一项重要背景是，欧洲议会将于下月举行选举。欧洲议会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被外界称作欧洲大选，是未来5年欧洲政治的风向标。作为英国脱欧后的首场欧洲议会选举，这次的选举暗流涌动，因此作为欧盟的2大支柱，法国和德国之间进行对表，展示团结的同时，也是给法德关系来一次体检，有助形成更多共识。实际上，近年来由于美国强势介入欧洲事务，欧洲战略自主的呼声也在提升。法德在这方面具有较为广泛的共识。深圳卫视注意到，25号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法德再次就美国炒作所谓产能过剩发出了欧洲声音。对于美方针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炮制的这一谬论，据彭博社报道，法国和德国财长都在会上表示反对与中国发生贸易争端。
但由于美方坚持，这一谬论仍被写进了联合声明。在西方内部这个协调的过程中，他们并不是完全是站到这个美国这一边，走上所谓的在经济、战略等等方向的这种反华战车，它并不符合这种欧盟自身的利益，那么它也不符合这种欧盟追求自身这个战略自主，以及追求作为世界多极化以及维护自身各方面利益的这样一个趋势。